你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选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好的工作。你其实你的整个的人生的规划，你就是大家说什么好，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好。包括结婚也是，选工作也是，找伴侣也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想的。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我不是在一家那个国企上班吗？然后今年29岁了，我父母就是一直在催着我结婚嘛，我现在就特别的苦恼，因为对女性比较排斥这一块的。很正常呀，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我跟你讲，其实人生有2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大家都走的大路。就是你正常去结婚生子，走大家正常走的路，就是你就遵守了父母的意愿，也尊重了周围人的眼光，可能就是说压力会小一点。但是可能你走了这条路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其实生活很无聊很平淡，然后会觉得很难受很煎熬，然后你会发现很后悔自己在29岁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这条大家走的路，根本不适合你。还有一条路，走一条就是人迹罕至的路，比如说你可以去追寻自己的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你现在有对象吗？你有对象，那他知道你要结婚吗？他知道我家里在催我，但是这个事情我不是一直也没敢跟家里人讲嘛。家里面有介绍过结婚那种对象，但是总是处不来。你喜欢男的，你怎么可能会处得来？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这种想法，后面才开始。你之前跟女生谈过恋爱吗？谈过。是真的有身体上的冲动的这种恋爱，还是单纯的就是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男的喜欢女的这种情况的恋爱？原来是有谈过那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也有过这种就是身体上的这种接触，但是怎么说呢，不成功只能说是被伤了吧。是被伤了还是不成功啊？实话实说。因为没成功所以被伤了嘛。那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人家，我跟你讲，你也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原因，你自己都不行，那人家总得解决需求吧。你说的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怎么有一点道理啊？你不能老是把自己想成个受害者啊！你都不知道自己喜欢男的女的，找个女生谈恋爱，就是又不成功，然后你还怪人家背叛你，你自己有没有想想，别人到时候知道你是一个，对吧？你跟男的谈恋爱，然后我不知道你是1还是0啊，等下发现你偷偷做0，你想想人家女生的心理阴影是多大呀？在这之后才那个的，才知道的。就是之前没有性启蒙，不知道自己的取向，所以说其实你这个情况我见多了，很多人就是在懵懵懂懂的时候跟女生谈恋爱，以为自己也能喜欢女生，实际上发现就是说一到身体的方面的时候就不行，你都不能说自己是个微双了，你应该是纯同。像这种情况，那我父母又年纪也差不多也是有这么大了，那个我父母就是天天催，我又不敢跟他们讲。你家里这种情况是这种开放包容的吗？爸爸妈妈如果知道你喜欢男的，会不会突然一下子中风去医院？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这种问题啊，就属于一种伦理的问题，知道吗？就是有点哲学，人生的这条道路没有人能给你选的，反正你就是不管选哪一条，你最后都会后悔的。哪怕你最后遵循你父母的意见，大家都选的路，可能你也会就是说偷偷去用小蓝，偷偷去用软件，然后甚至去那种什么同志什么浴室，哇，那都乱死了。我跟你讲啊，还有一些很多人就是走了正常结婚这条路，结果呢染了一身病回来，这不是害人吗？你父母希望你幸福，就希望你真不幸福的吗？那这个怎么去弄哎？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得想好你未来怎么走啊！如果你都没有想好的话，那没有人能帮你的。如果说你走第2条路，我跟你讲，第2条路其实就2个要求，就是你能不能生孩子。我见过这么多通讯录，之所以所有的家庭问题本质上就是能不能传宗接代，能不能给你父母带孩子。如果说你能给到他们孩子，父母根本就不在乎你跟男的在一起还是跟女的在一起。第2个，经济实力支不支持？你1年能赚多少钱？我1年现在也就20多一点，20出头的样子。能存下15、16吗？差不多也就这个样吧。其实也可以，你这个经济实力是不差的。那其实你要生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是走那种辅助的方式，还是说去找一个人去帮助你，你可以不选择第1条路，你有这种经济实力的。生孩子这一块怎么去弄呢？生孩子这一块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随便讲一首吧。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正常的直女，她想找一个通讯录结婚，没有听错啊。直女想找通讯录结婚，他们想做到就是去父留子。我跟你讲，如果说你本身都不喜欢带孩子，你找一个这样的人结婚，你不但不用花钱，他还帮你带孩子，很多这样的女生都想找的，好不好？你去把这群人找到就行了。这个父母这一关呢？父母这一关怎么去过？你生了孩子，也找了直女帮你了，父母这一关有什么不能做啊？对吧？你约定一下嘛，跟他到时候差不多了就各过各的嘛，他也不在乎的。你父母这一关也能过呀，有什么不能过的？然后到时候他需要老公出场的时候，也能请你帮忙啊，对吧？你们还可以做亲人，不影响的。我跟你讲，有很多那种直女直男走了正常的婚姻，我跟你讲也是分居异地，你在广东啊，我在老家啊，你在北京，
哎，我在农村，都是这样子的，结了婚跟没结婚没有区别的。我现在是讲都不敢，我都没有这个勇气去跟我父母去讲这个事情。很简单，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了。你一点一点的暗示，差不多暗示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自己也懂了，只是说不要去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比如说，你把你的对象带到家里去，是你朋友，对吧？先吃几顿饭，然后你生了孩子之后，你跟你老婆离婚了，然后你又经常跟这个男生，然后把他带到家里去，父母都看得懂了。其实有时候别人也看破不说破。我觉得挺难，主要是没有这个勇气，我鼓不起这个勇气来，知道吧？当面去跟他们去讲这个事情，或者是直接去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慢慢来，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说你是个通讯录，那谁受得了啊？你先把你对象带回家里去，多见几次面，对吧？后面你对象在家里过夜，你父母都懂了，人谁都不是傻子。主要是他们的思想太保守，确实是没办法，我估计是很解决主难接受。要矛盾，把孩子生了，你又不生孩子，你又要跟男人在一起，那谁受得了啊？现在的话，按照你刚刚说的，应该就是先去把孩子生了。对，你父母现在不就想要孩子吗？想办法把这个孩子问题给他解决。对，还有一个问题，我跟你讲，你这个对象是不是真的爱你，也是个问题。你别等下你什么该出柜的出柜了，该生的生了，结果他跟别的男人跑了。那这个我怎么去确定啊？你跟他在一起几年了？也快2年了。他爱不爱你，你不知道吗？给我的感觉是爱。怎么个爱？他给你花过什么钱？差不多一半一半吧，就是我给他花的跟他跟我花的，相对来说我应该会偏多一些，吃喝用度啊，包括就是说出去玩啊什么的这种。他做过什么让你感动的事情吗？你要说到感动的事情的话，就是有一次我不是出差去了嘛，刚好单位派他去出差，他就闷不吭声的，就是突然袭击的那样子，跑到我出差的那个地方去找我，就是快要跨年的时候，他说想要陪我跨年嘛，我觉得这个是挺有心的那种。然后平时的话，其实也对我挺关心的吧。你们现在还有激情吗？就是说他看到你之后会马上有反应，你看到他马上有反应吗？这个肯定没有原来这么没有刚开始这样的激情的。就是现在有点生活也有点平淡了，他有想好以后怎么走吗？别等下你把这个出柜出了，对吧？你孩子生了，结果他也要去结婚。我们其实有聊过这个事情，有聊过这个话题，这个倒他没有明确的跟我去表过态。我跟你讲啊，你首先啊，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根本都没有想清楚，你发现没？就是你脑子里面跟浆糊一样。首先你选择国企，你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选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好的工作。你其实你的整个的人生的规划，你就是大家说什么好，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好。包括结婚也是，选工作也是，找伴侣也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想的。现在我让你去走第二条路，你根本就选不了，你不具备这种条件，就是你的内核你根本做不到。就是你要去选择第二条路，选人迹罕至的路，首先本身你的内心你就是要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我发现你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跟你的对象跟他沟通好，你们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沟通好了之后再去想怎么解决，这才是第一步。如果说你都没有沟通好，你先把沟通好做好了之后再来找我。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去跟他谈一下咯。对呀，你都不知道他未来怎么选呢，说不定人家根本都不打算跟你一辈子呢，说不定人家就算跟一个男人过一辈子，不要跟你过一辈子，早就跟你厌了呢。有很多人说什么我对象对我真好啊，我对象给我送花，我对象会给我写小作文，我对象说如果世界毁灭了会保护我。结果呢，转手他对象就去那个布拉迪上面找男人，什么男人都找，这样的对象你跟他处还有什么意思呢？就很多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对象到底是真爱你还是假爱你，你先把他弄清楚了，然后再跟他聊清楚你们今后要怎么走，想好了之后再两个人一起去解决，这样子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不是说你光一方面去想办法。确实有道理，因为我感觉我是一直是自己在不停的努力，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感觉，没有说一起去面对这一种。就是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们两个出现矛盾的时候，都是你想办法去解决，对吧？对。那你还说你对象爱你，你对象都没有动力去给你解决问题，那要分开吗？你先跟他沟通一下吧。不是说一遇到问题就分开吧，这个人他就算是说爱你没有你爱他那么多，至少也是咱可以沟通的吧？你怎么想的问题就不是分开就是在一起呢？就没有中间的解决方法了吗？我觉得你先想清楚好不好？先把事情想清楚，沟通好，然后再来找我。如果你问哲学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因为我没办法去帮你做人生的选择，我没办法帮你去承担这个后果。你这么一说，我还得真的考虑考虑看看怎么去那个。好好考虑清楚吧，好吗？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情感问题，可以点我的主页去看一下我的简介，或者说进入我的粉丝群，可以联系到我本人。